这次拜托了改造的粉丝刚刚收了精装房，可是，在跟他沟通之后才发现，号称拎包入住的精装房风格土气，让屋主颇为困扰。我就想要一个可以喝茶、看书、可以休闲的空间。那你自己有倾向于是什么样的风格吗？我比较喜欢有艺术感一点的，比如说有一些装饰画或者一些摆设的装饰品，可以呀，让它有点生活气息。可以拜托你们吗？好呀。我决定在进行完整的设计前，约他一起逛一下家居店，深入了解他对家的口味。喜欢这个吗？我喜欢这种绿色。对，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很喜欢绿色。对，我喜欢这种绿色。然后呢，但是看市面上一般都是配灰色或者配粉色，就太多人用了，没有特点。对，就很小女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，你可以看整一套呢，它是这种不同的材质搭配起来呢，就会比较丰富一些。好舒服啊！这些就是我喜欢的，我的客厅里该有的东西的感觉。但是我也在想，因为你的客厅只有大概5个平方嘛，就会比较小一些。然后它的地板也是很花，但是如果我们就把皮呀、把金属，然后把丝绒几个材质放在一起，可能会显得太乱了。那我就会建议我们把皮呢放到其他的一些小部件里面，然后我会再增添一些玻璃的元素，然后让整个空间更有这个通透感。让我想象一下，精装房硬装风格自己不喜欢，拆掉麻烦又不甘心。今天我就打算用软装彻底解决硬装烦恼。拆掉隔断后，请出我们的全能包工头艾玛来做点体力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艾玛。这一次特别是选用了3种颜色的壁纸，这个呢是用于玄关区，然后这个是多功能区，然后这个壁纸会贴在厨房区。然后这一次贴壁纸呢是特别选用了天然的糯米胶，这个糯米胶非常好，它是来源于面积狭小的玄关也能承担超大的收纳任务。我在这里安置了一个3翻的转鞋柜，比普通的鞋柜容量足足大了3倍。
复古绿的经典百搭材质非丝绒莫属。我在楼梯间放入了用宜家旧柜子改造的质感丝绒凳，具体教程之后会和大家分享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挑选了颇有艺术气质的丝绒抱枕，加入一点图案和金色，立马灵动起来。第二大元素，雅致金属的永恒质感。这次选择了很多有趣的金属摆件，通过小细节起到点缀吸睛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黄铜金色灯具、玄关的创意挂钩、楼梯间的金色挂画等各处分散的金色系，都给复古绿补足了质感。另外，复古绿和木质植物混搭也很合拍，角落处放入大一点的植物元素，房中各处的台面也可以放入花瓶和小棵植物，墙面的植物挂画将清新感延伸，让人平静的力量便是绿色的魅力啦。在工作中总在为别人的事情做打算，而回到家中